要不要出口杯？比赛有谁？很多厉害的呢。我们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身体。带球看。我们说同一种语言。棒球让梦想无碍，创造平等的梦想舞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今天是8月24号，来到新北市鹿角溪身障棒垒球场，要看到的是视障组第2天的赛事，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对上闪电盲棒队。那这真的是相当一个非常特别又有意义的比赛啊！那大家好，我是这场比赛的转播的主播林志武，相当开心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资深专业球评曾公曾文成，还有专业的盲人棒球教练陈商月来担任球评，还有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来一起为大家服务。曾公早安，教练早安，大家早。好，那今天是我们第11届出口杯棒球赛视障组赛事第2天的赛程。首先要来看到的就是新北猎豹盲人棒球队要交手闪电盲人棒球队。那在昨天的比赛的部分呢，其实今年赛事一共有4队的队伍参加，有闪电盲人棒球队跟新北猎豹盲人棒球队，以及夜魔侠盲人棒球队跟雄霸盲人棒球队。在昨天8月23号的比赛成绩，夜魔侠17-5以及4-2分别拿下胜利，已经率先到晋级冠军赛了。那后续就要看来积分来看，这场比赛之后能够决定后续的冠军赛跟季军赛的对战组合哦。那可以来看到现场新北猎豹盲棒队的先发打序，第一棒洪绍豪，第2棒古国卫，第3棒陈杰敏，第4棒饶茂凯，在张月玲以及黄雅玲。其实现场的天气也是相当炎热。来看到闪电盲棒队的守备的部分，由35号陈俊清搭配111号的林建章、21号的郭玉婷，以及4号的黄柏清、51号的季和成，以及8号的陈喜凡。那当然，其实各位喜欢棒球的球迷观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现在看到我们整个的视障棒球的盲人棒球的场地跟整个规则都不太一样。我这边当然邀请我们专业的盲人棒球教练陈商瑞教练来稍微帮我们解释一下最大的区别会在哪些地方哦。好的，那我就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盲人棒球其实就是一个声音的游戏哦，因为眼睛看不到了，所以就是要靠声音来进行这个比赛，所以它的垒包会有声音，然后球会有声音，那球就是一个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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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间歇音哦，所以它叫 Beep Baseball 哦。那垒包就是一个长音，那就是方便这一个球员辨识它在1垒或是3垒哦。我们这个棒球是没有2垒的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只有1垒或是3垒这样2个方向而已。那它是随机开的。对，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游戏，那就是看谁先上垒哦，摸到垒包哦，那或者是谁先把球捡起来，然后让打击者出局的一个游戏这样子。对，那现在比赛也开始了，那可以看到除了投手跟捕手之外，那其他所有的成员，包括打击及守备的成员，其实都是要戴上眼罩的哦，真的是要完全靠听音辨位啊。对，那打击者跟投手。捕手都是同一队的，是。那我们这个是比一个叫做三振力最低的投手哦，跟棒球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刚好是相反的这样。是，对。好坏球好像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对。好球的话就是4个好球，1个坏球，它也不是叫坏球啦，就是有点叫 pass ball 哦，就是让打者跟投手要去重新熟悉一下彼此的 tempo 跟节奏这样子，对，对，就看到自己的投手把自己的选手 K 掉了，是。对，其实它主要也是蛮考验，如果想要去顺利抢分，这样子会蛮考验这个投手跟打者之间也是要有一定的默契哦。对，其实这个平常练习就是要练投手跟打者的默契。那打者他都是要固定挥同一个位置，就是第1次、第2次、第3次、第4次都要在同一个位置。我们投手才有办法去瞄那个地方，去投那个地方让他打。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就是
那选手要去习惯投手这个投球的节奏跟 tempo。是。哦啊，因为他有 set ready ball， 那个 ball 喊完的时候，就是球会飞离开他的手，然后慢慢飞到那一个捕手的大概这个位置。哦，你看打出去了，打出去。那这边就来看守备方能不能及时将球找到并触。哇，最后是率先碰到了垒柱哦。对，哈，这就是标准的 safe 球。是。对。那就是刚才看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固定一个打击位置，投手才能够投到。那如果每一次挥击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投手就会有时候很 confuse， 不知道怎么样去让打者去打到这个球。对。先来看一下刚刚古国伟敲出的这一球，哇，最后非常明确的率先碰到垒柱，那也帮助新北猎豹盲棒队在这场比赛先时得点，先抢下分数哦。我刚刚看那个主审在打者打击前会告知一些什么事情？第一个他可能会check 那个打者他的这个眼罩或者是一些装备是不是有安全，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嘛，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一个在场上运动的安全性或者是一个公平性，所以有可能要稍微跟他看一下，或者是说，你的什么东西没穿好啦，没戴好这样子，对。是，那也确实，因为每次的你要跑垒的垒柱的也是不太一样，所以在打击前他们也是会各响一次蜂鸣器来让打者去确认到时候往哪个方向跑这样子。对，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充电，就是要放，就是开了它才会有声音。那就是第一个就是 check 那个垒包是正常 work 的，正常 work 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游戏会比较有公平性啦。对啊，如果假设说垒包没响了，那个打者就好像赶快喊 lay base，lay base 就是说我没有听到这个垒包，它影响到我的权益了，所以这个球就会就变这一颗是无效球，是就是会再重新回到打击位置再重新打这样子，对。OK， 看到这球有碰到，但是最后是出了界外。另外，球打出去，我们教练是不是也是要超过一定的距离，就是有所谓的这个40尺的标准，才能够算是之后是安打的部分？对，这个其实这个40尺线就是为了保护投手，因为投手离打者就大概只有21.5，对，21.5尺啦，那就是避免他如果说没有超过这里，那个选手往里面冲的时候，会去撞那一个投手。基本上我们一定要超过这个40尺线才叫有效球。是。这就是可以进行防守的有效球，这样子。是。对。那没有超过这个，我们都是称为界外球这样。刚刚看到这球打得很强劲哦，但是最后是界外。所以背景那个声音大概就是球发出来的声音，刚击出来。你要听连续音的话，就是垒包的声音。如果不是连续，就哔哔哔哔，就是球的声音。其实这个游戏很难呐，因为的确对盲人来讲，你要同时分辨2个声音，你要分辨垒包的声音，又要听那个球的声音，尤其是在那个接近垒包的时候，那个干扰又更严重。对就是这个真的是有一点难度，非常的难。对，是。那当然是三位教练其实担任这个盲人棒球教练也很多年，通常这样子，这些选手他们要怎么样去训练？就是包括您刚刚讲的，可能你要去辨识垒包跟球的位置跟距离的部分。其实这个好，我们先看。好，先来看一下这球，来看守备方这里捡到之后，哇，时间上应该是守备方先来得及哦。那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最后就是以出局收场了。对。像手背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则？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就是手背算成功这样子？其实这个也没有叫这个明确的规则啦。但是我们在训练选手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希望就是把选手自己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手套。是。那就是把自己躺在地上横躺，把它打到最开。然后因为球其实声音有时候会受到风的影响，会飘。是。所以你就把身体打开到最大的时候，用身体去拦球，先把它拦在你的就是在你的身体附近，你才能够去掌握这个球，把球捡起来。这是我们基本训练的一个原则啦。是。但是如果你选手当然一旦习惯了以后，他就会自己凭着自己的那种对球的音感，然后就会自己先找到那个定位，然后去把球捡起来。
那我是不鼓励这样啦，因为有时候我就像刚才球会飘，声音会飘，有时候你一旦错了以后，它可能就在你旁边，那你又要多花时间去找。往往这个有时候像在高端美国来讲，其实你从本垒到1、3垒的时间大概只有5秒多而已哦。是，你要在5秒钟之内，你就要把这个球处理起来。哦，其实这个也是有难度的。对，就是我们在球的音感训练上，其实我们只能就是每天就是训练的时候不停就是让他去跟球当好朋友啦。哦，让他去了解说啊，这个球离你多远。哦啊，我要应该走几步去把这个球拦下来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训练，这样子，对。是。好，那看到刚刚是背号39号的饶茂凯哦，最后是4球都没有办法有效的碰触到球，都挥空哦，那就是就变成其实算是所谓的4阵出局啊。是。所以那也攻守交换结束这个1局上半的赛事。不过西北猎豹队在这个半局是率先抢下分数，目前取得1-0的领先。好，现在这个换场时间哈就可以加油，但是不知道在给谁加油。好，现在我们闪电上场打击，第一个打席是我们的8号的一开始要引导我的球员分布在你的球场哪几个位置。好，欢迎回来，一起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欣赏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视障组的赛事。来看到在1局下半要进攻的闪电盲棒队，8号的陈喜凡，第2棒111号的林建章，再来郭玉田以及陈俊兴、黄博信还有季和成。刚刚在1局上半的时候，新北猎豹率先抢下分数。那他们的整个守备阵容由古国伟搭上黄雅玲、饶茂凯、张月玲、洪少豪以及陈洁敏。请问一下，那个他的性别的有限制吗？就是男女生的比例没有？没有。其实现在来讲，我们讲的是平等的一个运动啦。在这个盲人棒球里面，并没有那么明确规定说男生要打男生的，女生要打女生的。如果女生有足够的能力的话，其实可以一起参加这个游戏啦。但是以美国来讲，他当然还是希望就是说还是有做区分，因为毕竟还是有一点差异，男生跟女生运动能力还是有点差异，所以在美国它有一个女生联盟，专门是女生在比赛的一个联盟。对啊，那男生就是一般打我们正规，但是也没有规定说正规的就是比赛里面女性不能参加，也没有这样规定。对。好，这边闪电盲棒队在投手部分是由背号3号的李玉仁来担任，就来看他跟队友之间的投打的默契如何。对，其实投手其实这个是很难培育的一块，因为第一个距离我刚才讲。就是21.5尺，其实大概换算我们公尺大概6.5公尺，6公尺左右而已，这是非常近的一个距离。通常有时候打者强的话，一球一飞出来是很快的，是有时候就会朝投手就是打过去。那第一个投手，第一个要不怕死，第二个你要在这样不怕死的情况下，你又能够把球投好，这个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我们真的必须要给站在每一个投手位置上的投手一点鼓励。那这个是第一个初步，那初步再讲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投手？基本上我只能讲10年磨一剑，可能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同样一件事情上一直不断的磨到最后面，你才有办法达到一个精准度跟一个稳定性，能够跟球队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这样子。对。不过刚刚第1棒打击8号的陈喜凡，最后是4球都没能够有效击球变成出局的情况。现在打击是轮到111号的林建章。陈喜凡好像挥空之后，他就一直在摸那个本垒板的位置，他是要确认他站的位置吗？对，有时候你站歪了啊，他的那个角度差了一点，投手进去的位置不对，都可能会在球的
就棒子跟球就可能会差半颗球左右。对啊，如果是好的投手，其实他自己就会去找位置去调整他的位置跟投手之间的距离，这样子。是，所以他不挥就是坏球，对不对？对，只有一次。对，我们就是所谓的 pass ball。来看这球打击出去之后，但并没有再进到有效区哦。对，你刚才就看到，就是说那个球刚好就在那个白线的里面，它就不是有效球。那有效球通常裁判会赶快先喊 bubble， 就是界外球，避免那个球员冲太快。冲到里面来，然后去撞到投手这样子。所以观测员要把防守员队友再带回原来站的位置。对。好球一次。那现在要重新再回到打击区，林振章要持续他的打击。这球还是挥空哦。像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球在那一个打击者挥棒的下方。是。这样通常这样子，可能投手能够跟打者在场上直接去做沟通吗？可以。比如说出声提醒他的球刚刚的落点，大概可能跟挥棒距离差到哪些部分这样。哦，可以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就是，其实捕手有很大一个功用。刚才你看这捕手有没有在补一个位置？其实就是要告诉说，这个打者有没有他是挥在大概哪个位置？那你就是瞄准我这个地方投过来就对了。是。对。那有什么不能讲的？刚刚主播那个问题很好啊，但另外就是有什么是禁止投手跟打者讲？没有，只有脏话不能讲。你不能在场上骂你的选手。对，就只有这一点而已，其他的都可以讲。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限制啦，就是说你可能要在30秒内把这件事情解决完。对，不要拖太久这样子。讲话是包括在这30秒里面。对，就帮你调整的时间啦。是。那现在打击是轮到背后21号郭玉婷打出去，现在在有效区内，来看守备方能不能来得及接到之后，哇，像是有效得分哦。对，像我们看就是像这位郭玉婷选手，他已经是从元年就是我们有盲棒以来，就差不多一直打到现在。其实他就是算一个老选手，其实他很明确的，我打到球，我不管你什么球，在裁判没有喊任何的声音之前，我就是全力冲，对，直到我碰到垒包为止再说了。是，那这球透过2个角度同时来看哦，郭玉婷选手确实早一步来碰到了垒柱，那这样闪电盲棒队也在 H 下半马上也抢下1分，现在将分数追平了。而且他很清楚，他大概跟垒柱的距离在哪里哈？对，其实就是我讲，就是因为他已经打了很久，他已经有一个身体记忆的效应。大概跑了大概几步以后，他自己身体就会有点像滑垒动作，然后去摸那个垒包这样子。其实这也是早期在训练，就是有训练这样的选手去做这样的事情啦。是。但是近年来，因为我觉得层次跟选手的，应该是说选手的层次有一点落差。所以我在训练新的选手方面，我就不建议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容易滑垒那个动作。对，第一个很容易骨折，很容易受伤。第二个是说你判断不精准的时候，你会跟垒包撞完你又可能受伤。是，所以我现在的训练过程，我会希望选手就是你把你控制你在比如说一垒方向，你就是偏往你的左手边，用左手去拍那一个垒包就好，直接冲过去拍那个垒包就好了。是，这样也比较安全一点。那现在打击是轮到背号35号的陈俊清哦，所以其实教练是不太鼓励滑垒这个动作。对，这是希望大家是用冲过去，用手去碰触就好。是，因为在现行的美国其实也不流行滑垒这件事情啦。是。事实上，在我们来看，滑没有比较快啊。对，就是我们一般大家认知的棒球比赛当中。其实扑垒跟滑垒，它的速度并不会比较快哦。对。但有时候还是看到选手可能一个已经本能的反应啊，还是习惯会扑下去这样子。对，就是应该早期的训练就是教他们这样了，也是在我们的棒球的训练里面，就是滑垒就是棒球的一部分，所以就会带这样的观念给他们。那因为其实我这样看下来，这几年下来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就不建议用滑垒这样的动作去碰撞垒包这样子。
是，不过这球陈俊琴最后也是挥棒落空，也是形成4球没有办法有效击球情况，也结束1局下半的进攻。但现在两队都各在各自半局抢下分数，目前比赛是1-1平手。好，我们新北猎豹队第一个上场的是我们的张月玲，我们的女强打者。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整个视障组第2天的赛事。那这场由新北猎豹对上闪电队的比赛哦，前面第1局打完，两队都各自抢下了1分，现在是战成1-1的平手。那现在比赛来到2局上半，要继续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进攻。其实你可以，我们这个场内有看到啊，那个很多球员有自己各式的眼罩啊。是。其实这个我们没有说不行哦。如果其实到了美国比赛，其实他们会有，我可能会有一个 issue， 就是他会认为你这个眼罩是不合格的，所以他会来检查你的眼罩。那正规来讲，他们美方那边官方是有发行他们自己一个官方眼罩。是要带他们的，对，尽量是要求带他们的。那通常简单来讲，就是他会检查眼罩是叫你抬头，是，去看那个下缘会不会漏光，是，如果漏光就是不合格，他就会请你换掉这样。了解。所以不管你的程度，我觉得是视力的程度如何，就一定要戴眼罩。一定要戴，因为有人是弱视而已。那现在2局上半，新北猎豹盲棒队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29号的张月玲。对，新北猎豹，我现在目前看起来球员的年资都比较之前一点啦，当然是有几位比较年长一点的，就是资历比较久的选手啦，所以在比赛看起来就是可能搭配上会比较稍微弱一点，容易把自己的选手 K 掉。对，刚刚最后这个打席第4球也是没能够碰触到球，等于是挥棒落空，变成4球4振的情况。闪电好像成立很久了。对，应该是差不多从1990几年，应该是2000年开始，就差不多已经存在了。是，现在应该也20几年了。对。因为我也知道有盲棒，就知道有听过闪电。是啊。对，那其实，在赛前也有跟教练聊到，其实盲棒在台湾的发展的时间也其实算蛮久一阵子的，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久。是，大概也有25年到26年左右了。是。那可能目前当然出口杯是1年1度的这种大型的比赛盛事之外，还没有哪些其他会是我们的盲人朋友们可以参加的一些，不管是球队或者说可以进行的比赛这样子。其实应该是讲说我们身障棒协啦，定期都会有办一个算是教学盲棒教学体验营的活动。是。这个都会公布在我们的官网。那就是如果真的有听到这样一个讯息，那视障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是。那当然如果说志工有愿意来做服务，也可以跟我们联络，就是我们缺志工的啦。那还有就是说，除了出口杯之外啦，我们可能应该是在明年度吧，我们可能会举办类似联赛。就是定期1个月，我们就会办一个比赛。就是类似有种自己成立一个队伍，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像，就是彼此2队这样，就是定期比赛的一个联赛方式。因为其实联赛，我觉得让选手有定期一个比赛，能够增进球技，我觉得会比较快。因为有时候你光训练没有比赛，就没有那种临场的 feel， 能够增长自己的叫做技能跟比赛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对。所以盲棒有自己的官网，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应该是说，视障协会这边会定期 PO 一些我们的讯息，
哦，那当然就是在台湾盲棒还有一个叫非视觉啊，非视觉的一个协会，那他们那边也会有定期的做一些活动的更新，那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我们有办哪些活动，办哪些比赛这样子。是，对。那看到这边打击的洪少豪，最后这球也是挥空变成4阵出局的情况，那也让新北猎豹队在2局上半的进攻在这边停止，最后这个半局是没有办法拿下分数，那两队目前还是1-1的平手。咪喵，大胆的走，对，大步走，不用怕。好，欢迎回来，继续透过我们的直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赛事。那在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社团法人的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官方 YouTube 频道，还有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赛事。那现在比赛要进行到2局下半，由闪电盲棒队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黄柏清。对，黄选手还是会先确认他站的位置。对，其实我们在教选手之前，都一定要请他们先摸本垒板，是确认本垒板跟你的距离是对的，因为你棒子总是有一定长度嘛，如果你站到那个本垒外就打不到，所以还是要请他们先确认自己的位置，然后我们投手才会开始就是进入投球的状态。我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投手这一环啦，其实是最难培养的。因为有时候选手的状况也是不稳定的时候，那再加上投手本身又是新投手的时候，那你投到最后面会投到自己觉得怀疑人生，会觉得我应该怎么投才是对的？因为我本身也是投手出来的，是。那已经磨了大概10几年，快20年了，才有一定的成绩出来。那其实对于一个像他们这种新投手来讲的话，最难的就是第一个。我出手，我要怎么控制，让它变成一个稳定的状况，飞到本垒板的位置。这是一个每一个投手的一个训练自己的一个要求的事情。像我当初在训练的时候我是自己对墙壁投啦，大概2个月之内我投了快3000颗球。对，这个是看自己要不要对自己做一个要求训练。是。我看刚刚猎豹就是投每个都够3振，所以他看起来很挫折。对，就是我们投手就是有时候也不是说我们投手的问题有时候是选手自己本身也会有心态上的问题，他自己打不到，他自己也会很挫折，他也会觉得青菜啦，当你青菜的时候，我们投手会跟着你青菜，我们跟你青菜，所以这是有时候。就是球队在比赛过程或运作过程中要彼此鼓励，而不是说彼此相怨，因为相怨其实对这个一个算是明盲合作的运动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这样子。对。那是不是教练这样在整个练投的过程，其实也还要去想办法去尝试去记得自己每位队友他挥棒的一个形态，跟他或是他习惯去打击的地方。对，这个是投手该拥有的一个基本技能。是。当你看到比如说像我看到季合成的时候，他挥在腰，我就是自己不知不觉我就是要投到腰。对，就是变成我们自己投手一个自然反射动作。是。不能再想。当我们要多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竭力。竭力有时候那个球还没到该有的位置，它就因为受到地心引力影响，它就往下掉了。对，这个就是我们投手我跟你讲是最难培养的一块。好，现在看到这球有打超过40实线，守备方能不能及时接起来？哇，看来应该是打者率先一步的触碰到垒柱哦。所以闪电盲棒队在2局下半在这里抢下这场比赛的第2分。所以滚越慢越难处理，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说，也不是说难处理，而是当你滚越慢，就会一堆人来处理。那一堆人就是我其实我问过他们，那为什么你会就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球啊，你们都一群人都没处理到？他们跟我说，哦，旁边有人，哦，我不敢。哦，对，因为他听到一个跑步声跑过来了，他会觉得啊有人来了。啊，是。对，因为他们会怕自己撞到，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先停下脚步。这就是我讲，就是说，在排位站位，就是说在观测员的排位站位，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你不能把所有人都挤在同一区，是，挤在同一区，他们就会有顾忌，会有害怕，就反而让你自己会捡不到球这样子。这个所谓的观测员，就是在场上提醒整个守备方的球员的位置跟动作的部分。对。那所以可能在打者打击前，他们一开始的站位也是观测员来去负责来安排，来协助他们要站在哪边这样子。对，其实这个很重要，尤其像到美国那种比较强度比较强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有战略性的布局。是，甚至要做勤收，这跟我们一般棒球都是一样的。是。我记得今年去美国比赛的时候啊，有一队对我们的勤收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算详细，他都知道我们选手每一位都是打在哪里。比如说这位选手固定他就是打在右边，他们就是把人所谓就是可能在防守那一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都吃尽苦头，完全没有办法突破对方的防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可能就是要靠投手的功力了，可能要把你的投球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因为如果选手挥棒时间是一样，如果挥棒速度慢一点，他就会飞向另外一边。这样才有办法去突破对方的防守。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在勤收上也是，我觉得在盲棒也是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子。对。哇，那这样听起来投手真的是很艰巨的任务，他有时候还必须要想办法来控制打者能够打到哪里。对，所以我在说，其实投手是一个很难培养的一块啦。当然就是说，其实我讲就是要长时间跟选手自己要去一直磨到最后面就会成精。是。那目前我们台湾就是有一位投手啦，就是应该就是说在美国的盲棒界，就是已经我们出国了20几年以来，就是累积的战果非常丰硕，已经获得美国的名人堂认证。是。已经在他们的就是算名人堂里面注册。台湾的投手已经有这一块的匾额在那一边。是这样。对。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成绩哦。刚刚117号的林建章选手是成功将球击中，但是打上最后是界外了。那所以要来继续重新回到这个打击区，确实也可以看到选手们回到打击区之后，都会先用手去来确认本垒板的位置。除了台湾跟美国之外，哪一个国家发展会比较多一点？目前我们在这个10年内去美国参加比赛有加拿大。有多米尼加，是，然后好像还有哪一国，就大概就只有这2-3国，目前就只有这样而已。所以其实，在整体来讲还不算，我觉得还没有到达界内。哇，这球最后是留在界内。看一下最后是打者先碰到垒柱，还是守备方有成功的封杀呢？其实我们刚才可以注意到那个就是其实因为他沿着一垒线跑。然后球员是不是往一垒，就是往3垒方向跑，就是有点危险。因为跟球的路线是有点重叠的。如果说这个有危险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及时喊停。是。然后因为跑垒员已经跑到场内了，所以我们会以安全为优先，会喊停了以后，就是如果那个防守也有捡到球，喊停吗？对，裁判会喊停。那如果防守员捡到球了，那就是以出局为主，然后如果完全都喊停，大家都没动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会以场上的一个判断，因为跑垒员已经跑到场内，所以我们会判跑垒员就是打击者出局。我们会有以安全为优先做一个判决这样子。不过刚刚这球最后是由新北猎豹的洪韶豪有率先将球给成功守备住，所以也变成2局下半结束换局，但闪电盲棒队目前还是先抢下分数2-1的领先。
继续回到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欢迎您继续透过直播来欣赏这场视障组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对上闪电盲棒队的交手。刚刚2局下半，闪电盲棒队手成功抢下分数，现在取得2-1的领先。现在3局上半，要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持续他们的进攻。确实，刚刚上个半局最后那个状况，就像商瑞教练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打者跟球的路线有几乎重叠的状况下，算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那有想问，有比赛中真的有发生过就是这样子变成打者跟守备方有相撞的情形发生过？有，是在早期是有的。那就是因为这样事情就是发生2-3次啦，所以我们后来也不管就是情况怎么样，只要一旦进到危急的状况，我们就直接喊停了。那我们会定一个明确的规则，对，那就是只要你在危险情况下，我们是以哪一方的优势为先，像他已经跑到场内了，那就是他违规。因为通常来讲，我们已经把他垒住，已经往场外移了大概3公尺多，理论上不应该要往场内跑了，所以我们会以安全为优先，来判决打者是出局的。对。那像刚刚那球，其实也是可以。另外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是，打者也有可能去踩到球，其实也会有蛮容易受伤的风险。对。这个又在规则里面是有明确讲，你踩到球是打者自己出局。是。我们这个都有明定。是。好，不过这边古国伟选手刚上场打着，古国伟选手是最后挥空，那现在也形成新北猎豹盲棒队1人出局。对，就你了解视障朋友他们击中球之后，他就很明确听到声音，就会很方向感都一直很好。还是要训练，要训练，因为其实，在比赛过程中还是会有人听错垒包，就是他会绕，就是说，明明开1垒，他先跑3垒，然后就开始绕，他绕的危险就有一个情况就是会去撞投手，因为他是往3垒方向跑嘛，发现不对，然后再绕回来的时候，那就会往投手撞过去。但裁判不会抓这个。裁判不会抓这个。对。现在打击是轮到陈杰敏选手刚刚第一球是有成功打出去，但是并没有办法打进有效区，所以要重新来回到打击区来进行他的打击。所以我刚才说，投手是一个蛮危险的职业，你要不只是看要注意球来，然后你还要注意你的选手会不会撞你。球的 size 是比垒球大多少？大概在1.5倍，然后大概400克左右。是，对，所以他这个球有明确规定，他就一定要这种叫做下抛式的投球。看到现在球数上记到3个好球，目前还是挥空的状态哦。确实，打者在整个注意球的位置上面，其实真的要必须想办法很专心。因为其实虽然说现场大家基本上会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静，但毕竟我们现在在一个户外的棒垒球场，周遭还是会有蛮多的杂音干扰的。对，尤其像我们又靠近马路边，会有这个车子的声音，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挑战。是，那刚刚也是挥棒落空，就要换人打击哦。现在来换到背号39号的饶茂凯要来进行打击。对，像这个选手就所知他是新的啦，新的，对，完全就是可能还没有经过一个比较正规性的训练，所以有些动作都会比较生疏。是。但其实我会不建议这样的事情发生啦，因为你没有给他一个武器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受伤。了解。对，因为他们是蒙着眼睛，然后如果你比较资深的又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这样撞过来，其实都很容易受伤。是。好，来看到饶茂凯选手这球打出去，有没有办法越过40尺线？并没有，所以也是算是界外球。可以透过我们画面看到，确实就在投手的后方有画了一道圆弧线，那道就是所谓的40尺线。球必须要越过那条线，才能够算是有效的击球进到的有效区内。所以一位选手刚开始跟着你学，大概
他要花多久的时间呢？可以像这样正式的比赛？如快一点啦，快一点大概可能要1年。1年，对，了解。1年算快的。对，1年算快的。当然就是要看个人资质啦。对。通常我会觉得后天满的会比较快。了解。不过荣茂凯旋后最后这球是挥空，那也形成这个半局的第3个出局数，结束新北猎豹盲棒队在3局上的进攻。目前比数2比1，是由闪电盲棒队取得1分的领先。好，请收。我们闪电队第一个上场打击的是我们的谁呀？Rocker 21号，21号 Rocker 郭玉婷。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今天是8月24号，是由我们视障组第2天的赛程。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对上闪电盲棒队的赛程哦。现在比赛来到3局下半，要由闪电盲棒队来进行进攻。就是可以看到，在打击去准备打击前，就包括裁判跟队友们都会主动的要去听不管是1垒或是3垒方向的垒柱的风鸣器的声音哦，让他们能够更加明确的去确认在打击之后要往哪个方向去做跑垒。这就应该是来确认整个投球出来他比较想要的位置哦。对，像这位郭玉婷选手，他的个人习惯啦，是他第1球一定要听，确认一下投手的状况。是，所以他是有经验的。对，他是有经验的，因为有时候投手也不一定说每次状况都是一致的。他比如说一开始就投太低，就说他就知道今天可能投手状况稍微在低一点的地方，他可能自己会去调他的打击位置，是有可能啦。但是我会比较不建议去动选手的打击的姿势，这样。对，这边是看到背号20号的郭玉婷选手在前一次打击是有成功碰到垒柱抢下分数。那确实看得出来，对于他感觉对于场上的状况是相对的比较熟悉许多，确实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位选手。对，在并没有打击到的情况之下，也是不断的在跟队友做沟通哦，在确认比较好的打击位置。但这次的打击机会最后是有碰到球，所以还能够持续来打击。没有。抱歉，并没有啊。所以最后也是形成4阵出局。闪电盲棒队在3局下半现在是1人出局。那所以可以看到，刚刚他等于是挥空之后，是立刻去跟队友来确认刚刚那球挥棒的位置的。对，就像我们讲，有时候投手应该是打击者他自己有时候也会有状况嘛，他有时候自己棒子会掉下来，他也会确认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再去跟捕手沟通一下。或是投手沟通一下。好，那目前1人出局，闪电盲棒队的进攻。哇，这球打击出去，来看一下守备方有没有办法。转弯出去了。对，最后落地之后是转向了界外哦。背号35号的陈俊清选手，刚刚这球其实打出去的感觉还不错。但稍微比较可惜的一些，再透过这个角度来看，对，像美国啦，去比赛的话，通常都是不啰嗦，一颗球就出去了，是，而且每个球都几乎都已经是打超过那个垒包的距离了，是。看到陈俊清选手
重新回到打击区，也是再三的确认自己跟本垒板之间的位置还有距离哦。但这球稍微可惜了一些，是挥空。我前一球真的打得很好哦。对，这可惜了啦，球转出去了。这边也再请头部之间来确认一下整个投球进垒的位置哦。有时候很好玩啦，就是选手不打的时候都是投很好的球，当投手就是当进入打击状况的时候，那个球就随便飞了。是这个我当过投手都很知道这个状况，因为会有压力。是。闪电帮帮队背号3号担任投手的李玉仁选手，确实刚刚在暂停的时候投的球的位置的距离好像是稍微的更上来一些，但结果最后这球还是挥空哦。35号的陈俊清选手是手挥棒落空，那也让闪电帮帮队3局下半现在是2人出局。这局打下轮到背号4号的黄博清。在开始之前，观众朋友应该也可以透过我们转播听到，就是现场这个蜂鸣器的响声，就是我们的垒柱所发出来的，让打者可以确认在打击出去之后要往哪个方向去跑哦。背号4号的黄博清选手的打击，像这位选手，他的打击习惯是比较会拉打。是，所以必须要稍微再往他的膝盖内侧是稍微投一点，是他比较容易把那个球往左边拉。是，对，包括他以及这个半局也有上来打击，刚刚第一位出去21号郭玉婷哦，看得出来，而且是现在这个现代棒球的这个打击的趋势哦，都是一个从下往上捞的拉打型哦。是。就是我现在也是希望选手自己能够调成这样啦，但是我这个我觉得是有难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刚才讲就是先天盲跟后天盲，如果先天盲的人他有那个既定有那种影像的概念在里面的时候，你比较好教。那你没有讲错，应该后天盲的啦，对。那先天盲的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影像概念的时候，所以这球打击出去，来看一下位置。哇，看来是能够有效区内，而且要成功的跑上垒柱了。好，最后这个判决是打者还是守备方先碰到呢？对，是由打者率先碰到垒柱，所以闪电盲棒队在3局下半又再抢下1分，现在来到3-1。再透过重播看一下这一球哦，打出去之后确实立刻往3垒的方向冲刺哦。守备方还在寻找球的时候。黄博清选手已经扑向垒柱，成功的拿下分数，而且跑的路线很直哈。对，这也是其实也是训练的一环啦。是，对，因为你绕越大圈的话，你花的时间就越多。对，刚才讲到就是说，先天盲跟后边盲的差别啦。因为我们也有带过先天盲的，又打出去。再来看一下这球打出去之后，应该是界外哦。是，所以要重新再回到打击区。对，那我像先天盲的啊，基本上他连跑步的概念都没在里面。是。那所以光训练他们跑步，可能就要花1年到2年的时间。是。确实，他们可能由于先天出生之后就已经在是一个盲人的状态之下，并没有那个可以参考的概念。对。对，那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就是以这些盲人的朋友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可能光是日常生活都要花跟比较辛苦的来去适应哦。那更何况要从事，其实棒球本身就是一个难度很高、失败率很高的运动。对，是的。刚才那一个是不是直接得分啦？是在前一轮打击季合成的时候是。前面 BGM 那场。现在应该是轮到陈喜凡在打击哦。有啊。他可能刚才有些状况我们没有注意到。对。
现在是变成2人出局，由背号8号的陈喜凡选手来打击。就是陈喜凡这个打击动作啊，我一直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合物理的原则，因为看起来是下往上，可是他最后的那个位置是平的。对，那有时候我们投手会觉得很 confuse。是。所以这也会是投手必须要去想办法适应的地方。对。对，但这球是挥空，哇，可以看到其实捕手刚刚也稍微比较无奈一些，但也结束了闪电棒棒队在这个半局的进攻，但他们这个半局又抢下分数，现在来到3比1的领先。10.17分，10.20分，哎，不对，22分。大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刚刚有一球我们的跑者在跑一垒的方向，我们守备呢跑出了一垒的边线，那有立即跟跑者有相撞的危险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雷审做出了判决，那就喊停之后呢，因为是守备方阻挠了我们攻击方的这个跑垒，所以判攻击方得1分。好，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新北猎豹盲棒队跟闪电盲棒队的赛事。刚刚3局下半，季合成选手在打击的时候，这边可以看到他在打击出去跑到一半就停下来哦，因为其实当时是由守备方跑到他的跑垒路线上面，可以看到刚刚线审也有及时的出来做喊停的手势，所以当下应该是被裁判做暂停的。那这个球就是形成妨碍跑垒，所以闪电盲棒队刚刚季合成选手是直接算分哦，所以形成他们在刚刚那个半局是攻下2分，现在3局打完是取得4比1的领先哦。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注重安全的一个比赛哈。其实刚才那一球是39号这个饶鹤凯选手应该是没有他守备的机会，
结果他跑到这一个跑垒员的路线上的时候，这很明确的就是一个妨碍跑垒一个状况，所以裁判很明确，为了避免这一个撞上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赶快喊暂停。那直接就判给了打击者一个得分的一个结果，这样子。是，所以这个现审裁判也是必须要高度戒备，因为这个算是要一个预判，可能要完全尽可能去避免掉会发生危险的情况。是的。规则精神跟棒球一样哦。是，没你的事不要。对，没你的事就不需要参与这样子，对。是，那现在比赛要来到4局上半，新北猎豹盲棒队的进攻。他们在投球的还是背号12号的尤正维选手。现在比赛两队是3分的差距。现在猎豹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办法要把球打出去。他一定要想办法把球打出去。对如果没打出去就没有杀伤力。对。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啦，阿鲁都静悄悄的，别忘在场上就觉得没什么压力，对。这里是看到应该是我们主审裁判要守备方再将站位确实做好哦。那一切确认都 OK 了之后，比赛持续进行，4局上半，新北猎豹盲棒队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张月岭选手。再确认一下，要求投手整个投球进垒点。确实在这种确认的时候投的都蛮准的感觉。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很好玩。就是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下，我们都可以投得很好。当一旦要进入比赛的时候，那个什么软手啦，什么状况都会有。对，看得出来，有这位选手。反而是刚刚在试投得很中间啊，结果开始之后连续2球都稍微偏低。对，棒球投手练投得很准。是。但这球还是稍微偏低，打者也挥棒落空。这就是我讲，这是最难的地方啊，因为我们投手还有一个空间感。是。你还要去知道他挥的位置应该是在那个地方，我就只有那个地方可以投。每次都要能够投得很精准，这样。那现在1人出局，继续打击，轮到421号的黄雅玲，也是位女性的盲人朋友选手哦。对，刚才我们都没有提到球棒这一块事情。其实球棒那个是30盎司，是很重的，对女性来讲，是比较重的一个球棒，因为球本身就已经400多克了，很重。如果你不拿重的球棒，其实那个球棒打到球啊。会没力，会被球压回去。了解。对。所以这看起来真的要去挥动，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哦。所以黄雅玲这个动作对他来讲是可能最有机会的。对，就是挥在腰是对他来讲是最有机会剩下就是投手的工作了。是。确实打击到球，来看我们在有效区这里守备的位置，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拉到。但看来应该是来得及哦，所以这球是守备成功，封杀出局。这边可以感觉出来，可能黄雅玲选手对于跑垒上面就比较没有那么确定的感觉。对，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训练的一环啦。是，包括跑步也是要训练的。是，就像我们尚瑞教练前面有提到，就是整体比起来，可能。新北猎豹队算是经验上面会比较稍微欠缺一些了。是的，都是我们常讲幼班。是。但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持续的投入在这项运动上面其实你肯花时间去练习，多增加一些比赛经验，其实整个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对。视障朋友光直线跑就觉得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对，所以会有一个声音引导。其实盲棒其实还有另外一支啦，就是这个叫美式的，是由美国人发明的。是。还有另外一款就是
意式，欧洲那边发明的。是。它那个玩法其实跟这个有点类似，但是它的球就跟我们棒球一样大。了解。然后它里面是把它就是挖掉，然后放铃铛在里面。是。现在打击新北猎豹盲棒队，轮到背号25号的洪韶豪。所以意式也是由下往上。意式就没有投手这一块，他们是自己打的，有点像我们的手棒球了，要自己打。乐棒球。不是乐棒球，就是自己抛自己打。对。了解。那目前这一块是真的比较有做到国际性啦。现在目前参加的国家有8个到10个了。是。真的是其他国家，包括古巴，还有那一个意大利，德国也有，是。法国也有，英国也有，蛮多国家的。自己抛自己打，听起来比较合理了。对，这个比较可以练。对。看这球，哇，打得非常的扎实。现在洪韶豪选手应该可以确定为新北猎豹队抢下分数哦。哇，这球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精彩，对，非常好。对。可是你看到季合成选手也是冲得很明确。对。以手背端的表现，刚刚这成选手其实补位相当的迅速哇，但这球真的打得很强劲。右打的洪韶豪选手反方向的攻击啊，这个球投手就很有成就感。对，投手打这种球就会觉得很爽。是，哇，非常漂亮的一个打击，帮助新北猎豹盲棒队抢下这场比赛的第2分。现在两队比数来到4比2，2分的差距。哇，也确实。以新北猎豹的状况来说，刚刚这球算是闷了很久啊，终于来一个畅快的一击，是非常精彩的打击表现。猎豹好像有打就有。对，其实如果以比较强度强一点其实这种球在国外来讲，其实应该都已经出局了。是。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现在台湾欠缺的就是一个可能比较强度性的比赛。是。所以变成大家的这个整个程度就没有办法往上再拉一阶啦。是。那现在打击是轮到胡国伟选手，就来看能不能延续刚刚洪韶豪那一棒的气势哦。那当然，以今年的出口杯来说，是总共有4队参加。那教练是提到，想要来提高强度的话，会不会整个要先想办法推广，让队数更多，也会是一个可能要优先进行的考量？当然啦，当然这个队数增加是必然的啦。所以我们在身障棒协这边都会有开课。这个打出去，哇，这球也打击出去。来看手背位置，哇，先扑到之后，哇，感觉很接近。差一点，差一步，是这样。防守方也是差一点点。对，还是古贵选手率先的碰到垒柱哦。哇，刚刚这球非常的刺激啊。对，那个猎豹这边终于就是已经暖身完毕了。是，来看这球打向右半边方向，哇，必须说这边外野的手背。扑的也很迅速，但第一时间没有找到球的位置，最后是由古国伟率先碰到垒柱，也抢下分数。现在新北猎豹盲棒队在4局上半追到3比4，只有1分的差距了。这样子对投手来说，应该也会是一大鼓舞哦。连续投2位队友都让他们打得相当的漂亮哦。是的，刚刚就是季合成季选手，就是他的这一个动作啊，是算我们盲棒就是蛮标准的一个动作啦。哇，这球也打击出去，左边方向来看一下手背端这边是确实接到，打得不错，对，只是跑得比较慢一点而已。然后如果强化一点跑步的话，就有机会得分了。打击出去的是陈韵婷选手，新北猎豹盲棒队的女性球员。打得相当漂亮，但稍微比较可惜，在跑垒上面，我们再透过不同的角度来看，对，第一时间打出去之后，感觉对于垒包的方向比较没有那么确定哦，就跟刚刚前2位他的队友古国伟跟洪韶豪的跑垒相比，确实有一些差距啦。对，如
果以打击来讲，以女生来讲，她算蛮强的啦。对，但也结束了新北猎豹盲棒队在4局上半的进攻，这个半局攻下2分，现在追到3-4，目前还是闪电队1分的领先。欢迎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赛事。这场由新北猎豹盲人棒球队跟闪电盲人棒球队的比赛要来到4局下半，刚好4局上半，新北猎豹有所斩获，成功的攻下2分，现在双方4-3，1分的差距。刚刚跟陈教练聊天说还有换头，这种几率高不高？对。哦，其实还蛮，应该是说看每一队他们自己有多少个投手，当然就是每一个选手他有自己适应的投手。哦，那如果你那一队里面有自己专属的投手，他是没有限制说你什么时候要换，没有限制。比如说我，这位林建章选手，我适应了另外一位投手，我可以指定他上场。哦，了解。对，随时都可以。那换下去还可以再上。可以，投手是没有限制的。对。所以有可能会发生一个球队当中有所谓专属的投打搭档这种概念，有，就有点像我们职棒可能哪位投手配哪位捕手会投的比较好，就固定他们2个搭档这样子。是，对，是。所以一般会准备几个投手？正常情况下？正常哦，通常一队就只有一个。一个哦。对。OK。现在打击闪电盲棒队在4局下半，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111号的林建章选手。所以你们平常练习投手一定要到。对，基本上都是要到的。投手不能请假。对。可是投手多的时候，通常都会见教练啦，就是见他们的训练教练。哦，有道理。对。那除非就是说我们要培养新的投手。哦，就可能就是派一些比较资深的球员，哦，跟他搭配这样子，让他去磨。是。最后这球，林建章选手是挥空，变成没有办法有效击球，所以现在闪电盲棒队4局下半形成1人出局。我继续要登场的是郭玉婷选手。所以明眼人参与这一块要有一定的热情，然后。对，就是应该是说。几乎要接近傻子的吧？对，因为其实这一块是真的，相当累人的一件事情啦。因为你像这么大热天，然后你又要晒太阳，又要陪他们打球，又要教他们东西，对，就是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我觉得让视障朋友走出门这一点就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样走过10几年来啦，哈，也有的来过1、2次就不来了。因为我觉得太累了。是。对啊，因为我要晒太阳，然后又要被你骂，哦，何必呢？啊，有的是父母的关系啦，有的父母是觉得说怕危险，不好危险，是真的，真的。但其实如果能够长时间花，就像教练刚刚提到，曾更也有讲到，能够将热情跟精力投入在这上面，我觉得对于一些视障朋友来说，也是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算是生活重心了。是，尤其曾跟我提到，就是要至少可以让他们愿意常常出门，是，对，去多接触更多的朋友，这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是的，哎呦，来看一下，就沿着边线方向接完，有内压线。最后来看裁判的认定，对，就刚好这个球的位置。再透过这慢动作重播看一下哦，打击出去之后，这球郭玉婷选手的击球，球就沿着左半边的边线在上面滚。看来是没有，因为分数没有变。对，
不过就像前面就有提到，郭玉婷她感觉经验真的比较丰富啦，她打击出去就一样是非常坚定的往垒处去冲刺。对，她其实也是代表，就是应该是说去美国比赛的代表选手啦，是在那边也得了应该好几次的 MVP 吧？对，我们台湾的盲棒队其实，在国际赛场上也是有相当好的成绩哦。是，本垒后方好像还是有队友这边指挥哦。本垒后方啊，没有因为我刚刚看他在跟投手比方向。基本上啦，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我们都只有捕手跟投手而已，基本上应该是由捕手来掌控投手的状况。像，其实我看好几球都是投在那个棒子的下方，理论上应该是捕手要去跟投手讲，今天的球都太下面了。你要拉高，拉高一点，让选手能够打得到。是，真公刚刚讲到，应该是在后方这个我们出口杯背板前面算是协助员，可能是就是要来协助在打者打完之后，可能不管是要回到打击区、休息区去协助引导的部分。那可能刚刚毕竟在看比赛也很投入，情不自禁有稍微的比了一下整个方向这样子哦。对，应该是啦。应该正常来讲不会有后面有那一个人存在。是。然后我觉得前面都没有，怎么突然跑一个人在那里？对啊，左边右边。这是打击轮到30号的陈俊清选手。哇，现在越接近比赛后半段哦，两队只有1分的差距。对。我们这个视障棒球是打6局哦，那主要也是在时间以限时是2小时的比赛时间。对，那其实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定的啦，怕把时间拖太长。其实在美国是没有明定说一定打多久，打到分出胜负为止。对，打到胜负。其实在早期我印象中有一年打到37-35吧。哇！从下午打到晚上。都还在打，因为美国的时间是日照比较长，是8点太阳才下山，打到8、9点都还在打。哇！所以你讲的那是6局里面发生的事情，不止3局，就是平手一直延，他可能就是平手一直延。我那时候我忘记打几局了啦，最后比数好像是37-35吧。非常辛苦漫长的战役，但刚刚这里闪电队最后打其实也是挥空，那也3人出局结束4局下半的进攻。目前4局打完，两队还是4-3，1分的差距。好，欢迎您继续透过线上直播来欣赏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现在比赛4局打完，新北猎豹盲棒队跟闪电盲棒队的交手，前4局打完是4-3，闪电盲棒队取得1分的领先。那现在比赛要进行到5局上半，由新北猎豹盲棒队的进攻。在前一个半局4局上半，新北猎豹盲棒队连续2位打者都突然找到打击的感觉哦。当时的洪少豪选手跟古国伟选手连续2次打击都成功抢下分数。现在来到5局上半，就来看看队友们能不能延续这样的手感，来持续追分。差1分1-2个中就有。对，真的只要1-2个中就有机会翻盘了。对，那也是第一位这种比赛啊，如果真的手感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止1-2分。是，因为它跟正规的棒球不一样，上垒还要推进，搞了半天。对，搞半天啊。在新北猎豹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39号的饶鹤凯。对，就像真公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视障棒球
并不会有所谓打者要留在垒上所谓的垒间跑垒的事情。就是打击出去，刚好穿过中间的位置，但这边防守方反应非常的快，真的。这个就是突然杀出来程咬金。黄俊清选手非常漂亮的手背哦。刚刚新北猎豹饶赫凯选手虽然说这球打得相当的不错，我们再透过这2个角度的重播来看一下。猎豹我觉得好像开始打得到球，但是就是跑垒的直线的速度比较不够。就是要兼顾跑垒跟打击，这个都是要训练的。不然刚刚2个女生都打得到球。对。刚刚是闪电盲棒队很漂亮的手背哦，所以现在形成1人出局。双方还是4比31分的差距。有时候投手是这样啊，要给他热身，要给他暖身够了，他就会开始准度就来了。是我们新北猎豹盲棒队背号12号的投手尤正维选手。其实就以资料来看，位置当然通常投手也会要身兼捕手跟观测员哦，毕竟是对上明眼人的球员这样子。继续打击，轮到29号的张月玲选手。其实6个人轮很快了哈，快，要修正也快。对。就是只要固定，你有6个选手可以跟你搭配好，基本上就应该就赢的盘面就很大了。了解。休息区大概预备几个？就是正式的比赛。一般来讲，像如果我们出国会准备大概就是2倍。对。8个到9个，是。确实可以看到打者有在跟捕手去做沟通哦，想要及时的修正自己的打击位置，但这球还是没有办法确实的有效击球，挥棒落空。现在5局上半，新北猎豹盲棒队形成2人出局。像你们出国，除了比赛之外，视障朋友最大的挑战是移动的时候。移动，对，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带一群人，因为你出国比赛，大概我们球员带8个嘛，是，那你志工也不可能带太多，大概1个志工要顾2个到3个，对，所以基本上就是移动过海关啦，这样的一个辅助。有时候如果因为不是志工每个英文都很好，尤其到那边你又要跟当地的那个海关人员在沟通的时候。没沟通好，可能就抓到小房间里面去问话了。是，还会有被问话的情况。我记得我们今年有在出国1次嘛？是。就是有一个我们就是在海关 check 的时候，他问他你是住哪个饭店？志工也没办法回答，应该是没有志工辅助啦，就是单纯就他们自己就是夫妻2个人，就是没办法回答出来，他就被抓到小房间里面。哇！他走到小房间去问，小房间是没有翻译官啦，那倒还好啊。是。他就进去以后，大概40分钟后才出来。这也是非常的辛苦啊。那再回到比赛当中，刚刚打者最后也是挥空，黄雅玲选手没办法击出，遭到了4阵出局，所以也结束5局上半新北猎豹的进攻。欢迎继续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我们今天进行到视障组赛事最后一天的赛程。这场由新北猎豹盲棒队跟闪电盲棒队的交手，现在比赛要进行到5局下半，由4比31分领先的闪电盲棒队要来进行进攻。在比赛后半段，感觉新北猎豹盲棒队有开始找到打击手感哦。现在是紧追在后1分的差距。对，这个闪电队可能要小心一点。如果再没有进攻分数的话，可能就有危险了。
局下半，闪电队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4号的黄博清选手，在前面半局在手背上有一个相当精彩的 play 哦。的确哦，不然可能4比4。对啊，至少从我们画面转播画面上突然窜出来一个身影啊，整个滑下去将球给成功掌握住。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 OK 啦，哦，但是这个有一个重点蕴含在里面，就是说谁要来接，哦，其实我们都会教导说我来处理，不然的话，其他人不知道你要干嘛。对啊，比如说像后面那一位，刚才陈喜凡我应该是没记错是陈喜凡在后面，如果他往前走过去的时候，那黄国俊选手没注意的时候，他这样滑下去就会铲到他。哦，是。对，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只是默契上的问题哦，要沟通好这样子。对。啊，不过这球黄博清选手是挥棒落空。所以也让闪电盲棒队现在是1人出局，我觉得是有点可惜啦。是，因为他是有打击能力，也有速度的，他没打到就是有点浪费这样。对，他在前面打击的时候成功将球打得也算是蛮扎实哦，打到有效区的范围内。哦，对的，这4分当中他至少拿1分。对啊。现在打击轮到背号51号的季和成选手，在前一次打击的时候是在打出去之后。跑垒上面在手背方有妨碍跑垒哦，所以他当时在裁判及时喊停的情况之下，他是直接算分的，就差这1分。对，现在变成他的那1分，现在形成相当的重要哦。刚好第4分。对。像刚才捕手就有跟他说，那个球高一点。闪电队的投手还是背号3号的李玉仁选手，哇，这球稍微却感觉有到了捕手想要的位置哦。对，其实投得很好。是，但稍微比较可惜一些，刚刚打击的季和成选手没有成功把握啊，太高了。对，有时候我们投手投到最后，那个手最后会这样勾，会勾起来。是。其实这个有个诀窍啦，就像我们丢保龄球一样，手永远都是要保持在这个一个角度上面。是。不过这种天气不容易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哦，这球感觉打得很高但最后落地之后是转出了界外哦。可惜了。对，那闪电的确跑真的对比较理想一点。对，确实我们再通过这个角度的重播来看一下，对，季和成选手打到球的瞬间就很坚定的往垒柱的方向去冲刺，而且确实跑得很直哦。对，又直又有速度哈。不过这球最后是界外，所以要再重新进行打击。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讲说，你慢慢走回来就好，是，不用急着回来，稍微再喘息一下。像曾公刚刚有提到天气的部分哦，现在来看气温应该至少也有到34、35度哦，而且太阳直照，真的选手非常不容易啊。体感温度快40。对，体感温度应该一定是逼近40度。像我们今年去的话，在这种温度下，美国它就是不比赛了。对，它就不比赛了，比较安全。对，比较安全。这是视障的甲子园。是。一样打进场内哇，可惜。这边来看，应该是要成功拿下分数了。季和成选手打出去之后，成功抢分。像刚才就是那个。球其实都已经在他正面了，但是他完全没有反应，所以这是经验还是？对，就是一个经验跟训练的问题。对。这边来看季和成选手刚刚跑垒之后脚的状况哦，就像教练刚刚又有提到，其实习惯这样冲刺去滑垒是有一点点风险的。对，因为你扭转了你的肌肉的方向嘛。其实很容易让你的肌肉群受伤。是。对，而且它是整个膝盖往下跪。对。
不过刚刚就在我们转播台前面，在协助员的引导之下，季尔成选手还是有自行的走回休息区，应该是没有大碍。好，来看这球，有接到之后，哦，哇，这是一次成功的守备。对。让5局下半闪电队这里形成2人出局，刚刚是陈喜凡的打击，再通过重播看一遍。刚好球就朝守备的球员过去了。因为我之前看规则，好像一个弹跳接起来算2个出局。对，2个出局。对，昨天就发生2次了。哦。甚至好像没有弹跳直接接到，是直接算3个出局。对，因为这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难度高，几率也低嘛。对，几率非常的低。那刚才昨天出现2次那种 double play， 我就觉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是。继续打击要轮到背号111号的林建章选手。通常这种情况是刚好正朝防守员而去，还是？这个完全是要凭经验。对，因为那个球打出去是球是在很高的地方飞。结果他还能够精准的跑到那个球要落点的地方，对，这个是真的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听到，我也不清楚啦，对。因为感觉如果要只有一个弹跳，就本身打出去这个球的几率就比较低一些。对。除非是真的打得比较高，然后之后刚好落下来就在守备员的附近这样子。就是那是运气好，刚好就落在你身边。但是昨天那2颗球是。他比如说他打在左外野的方向，他人站在中外野，他是人跑到左外野的方向等他掉下来。哇，对，那真的是我真是匪夷所思，他是怎么办到的？飞翔状态直接接到，哇，那个真的，那真的太难了啦，是比一杆进洞还难。对。会变成 triple play 3杀手。好，这球也打击出去，再来看哇，但第一时间后续补位的补位选手，哇，这是补位做的相当漂亮，也是成功的守备成功哦，接杀了这一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的重播，哇，第一拍是扑错方向，但后面的补位相当的确实。也第一时间将球成功的离身离地，所以是判定出局，也结束闪电盲棒队在5局下半的进攻，他们还是成功抢下分数，现在来到5-3的领先。好，欢迎您继续透过我们线上直播来收看第11届楚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我们视障组第2天赛事，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对上闪电盲棒队的比赛，现在要来到6局上半。前一个半局，闪电盲棒队又攻下了宝贵的1分哦，稍微又再拉开了差距，来到5-3，2分的领先。新北猎豹盲棒队在6局上半第一位上场要打击的是洪少豪选手。如果这一局没有追上的话，应该是比赛结束。对，我们比赛是打6局哦，所以这等于是新北猎豹队最后的进攻机会。第一位上场打击，哇，这边第一时间拦到，哇，也成功接起来。哇，不然的话又变5-4了。是，我们闪队队背号51号的季和成选手，哇，这场比赛攻守俱佳啊，守备端已经有2次这样非常精彩的 play 了。哦，对，闪电真的防守很好。对。哇，成功有确实的抓到球的位置哦。其实猎豹队刚刚洪少豪选手也打得非常漂亮，而且他的跑垒冲刺也非常的到位哦。但可惜守备的表现是更加出色了一些，现在是1人出局，而且拿起来有一定的高度。对，要30公分。是。然后离开身体，要确定球已经是在你掌握之中。
这边要调整一下垒柱的风鸣器哦。这个是要必须能够确实并且准确及时的发出声音，才能让打者在击中球之后有办法去做到确实的跑垒。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下，这个无线垒包，因为最早期都是有线的。我刚才讲说美国现在还在用有线，那这组无线是我们请我们台湾的就是一位我们认识的朋友是对，他发明了一组这个无线垒包，好像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换成。对。比如说台湾科技实力非常强大，是，其实我们也有把这一组引进给美国了啦，但是他们觉得就那个稳定性不高，可是我觉得没有啊，哪有什么问题？他们可能 maybe 有一些优越感吧。是。毕竟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无线的设备，你要卖过去，关税也要抽蛮高。我刚刚看那个拟棒支援裁判也不容易哈，这种天气。现在在确认风鸣器装置 OK 之后，这边可能要再稍微做调整一下，在三垒垒柱的方向。刚刚我在更换风鸣器，现在要在调整垒柱的位置。好，现在状况应该已经排除了，重新回到比赛当中。6局上半，新北猎豹盲棒队现在2分的落后，最后的反攻机会。不过现在打击的古国伟在这场比赛是有拿下分数的。我刚讲完成功将球打击出去，过了守备方，冲过了，这边是穿越，哇，古国伟又成功抢下分数，连续2次打击他都有得分，不错。现在就让比赛回到1分差喽。刚才可以注意一下那个投手闪的这个动作，其实是盲棒它是有规定，投手一定要避开，要袭击你的球，不然他会把你视为你是故意去挡这个球，因为在规则里面就是打到投手就是这一球不算，但是如果你被发现你是故意的话，那可能会直接判打者出局，是就等于是妨碍守备这样。对，了解。那我们再看一下这球，哇，投手确实闪得非常的及时哦。对，还有12号的尤正伟，现在让比赛靠着古国伟刚刚的安打得分，现在回到1分差，5比4，闪电队只剩下1分的领先。这球打击出去，不错，哇，成功打进有效区。那接下来就要看跑垒。哇，是在跑垒啊，输在跑垒了。是，就像前面比赛也有看到这位陈韵婷选手其实2次打击都能够确实的有效击球。对。再透过2个不同角度来看一下，还不错。对，但确实在跑垒上面是稍微比较犹豫整个速度也没有出来这个就可能要再靠一些后天的训练去加强了，增加更多的经验。但这样看起来，如果他是经验比较缺乏的选手，那他的打击是蛮有天分的。对。那变成6局上半，新北的猎豹队已经2人出局，打击要轮到饶鹤凯选手。双方1分差，新北猎豹最后的反攻机会。像这种挥棒在那个头顶上的我们其实我们真的很不喜欢，很难投。教练也是投手出身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投球这样，通常面对这样子的打者，可能会不会还有哪些的小 pitbull 可以去想办法去适应？就刚讲完这球切到反方向，有机会！第一时间到底有没有接起来又是输在跑垒。是，这球虽然守备方第一时间没能找到球不过闪电队背后110号的林建章还是来得及及时修正，成功将球给举了起来。再透过不同的角度来看，饶鹤凯选手这球砍下去砍得相当不错但跑垒确实一开始，而且有点绕圈，对他有点绕了一个弧形。
啊，最后其实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碰触到垒柱。对，其实他在跑垒有点怕垒包，你有没有看到他在闪垒包？对，所以这个还要再训练啦。对，那也稍微可惜一些。新北猎豹盲棒队虽然在6局上半有攻下1分，但最后的反攻功亏一篑，所以还是恭喜我们闪电盲棒队是以5比4来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哦。哇，真的也是后半段两边打击都有逐渐找到手感，算是互相的抢分，非常的精彩哦。这边可能也要稍微再问一下我们的陈教练，对于这场比赛两队这样子的表现的内容来说，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想法？如果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闪电队可能还要可以再精进一点，因为他的打击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少啦，这么弱。那在这一个新北猎豹，我觉得比昨天好很多。是，那只是说可能有些选手在跑垒上还要再精进。如果跑垒跟得上来的话，应该有机会，应该可以有机会赢啦。是，对，那是对。也要特别问一下我们曾公哦，其实当然看了这么多无数，不管是职棒或是国际赛事，这样看到我们整个视障组这样子的棒球比赛，这样看下来，不管是您自己的想法也好，或者说对于整个杯赛的感觉，或是对于两队选手表现有什么样，可以给我们一些分享您的想法呢？我觉得不容易了哈，今天这个不到2个小时，但听陈教练讲哈，不管是规则还是他们训练，我觉得能够带这一群视障朋友能够走出来，然后训练，然后让大家看见，我觉得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需要多一些鼓励啦。就是其实他们的舞台当然不多了哈，能见度也不高，但是我觉得经由今天转播，让大家看到就是有很多热情的志工啊、教练，然后去帮助他们。我觉得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一起鼓励他们。对，确实能够举办这样的赛事相当的不简单。我们出口杯来到第11届，那也是辛苦了这场比赛，两队的选手也恭喜最后抢下胜利的闪电队。那一样也相当感谢全场不管是裁判、志工，或者是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转播团队伙伴。那这也相当感谢教练以及曾公的奖评。谢谢。我是林志儒，在这边也提醒大家，我们在稍后还有季军赛跟冠军赛，甚至后续还有颁奖典礼的转播服务。我们等一下一样，今年出口杯视障组的赛事再见了，拜拜，拜拜。拜拜。